灯光呢，其实在 3D 这个新手学习的阶段，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。GX 一点点这样，把我们的光的强度拉高。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这里呢是一个专门教这个 Blender 中文教学的频道。如果呢你有什么问题或什么困难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最近呢也制作了一个表单，在学习或是你在制作自己的 project 的时候，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，都可以透过这个问卷在里面填下你的问题，来告诉我你的需求。那么呢，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介绍3种我比较常用灯光摆放方式。灯光呢，其实在 3D 这个新手学习的阶段，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其实最终要呈现的这个效果，大部分都是着重在于这个灯光上。但是你可能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的场景，它其实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元素，但是它可能透过这个窗户落下的这个光线摆放的位置，其实就是会影响一个最终作品的一个呈现。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打开我们的 Blender。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3种我打光的方式。第一种是这个顶光，这样好。第二种左右两侧的这个光。第3种是前后30度、45度左右的一个面光，再加上后面的一个点光源。它跟一般的这个 light 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？我为什么没有选择用这种灯光，而是去使用到一个平面，并且透过 emission 的这个反射？其实呢，主要还是在于使用习惯上的问题。要特别注意到是，这种灯光方式只限于使用 Cycle 这个引擎。如果你今天切换到 EV 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被渲染出来的。就算我开了 Balloon， 我可以看到这个光晕的效果，但是它并不会实际反射到我的这个模型上哈。OK， 好。那么呢，我们就切换回来 Cycle。首先，第一个要教大家是顶光的部分，就是 Shift A 新建一个 Plane，G Z 往上放到你的模型的正上方。我们在这个 Material 这里直接新建一个 New Principal BSDF 这里，我们给它改成 Emission。这个 Strength 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强度，给它到10。再来呢，我们进去我们的渲染模式看一下哈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OK， 因为我想要营造的是一个是让你几乎看不到背景的，想要让这个主题很明显的强调出来。我目前呢，我还是看得到我的背嘛，所以我们要消除后面这个灰，我们要做的方式就是放大我们的灯，我们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大小，然后往后一点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地板跟你的背景是几乎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，顶光的这个效果。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第2种光，那这个就是左右两侧的这个光线。好，我们 Shift A。Plane 一样 GZ 往上 ，OK， 然后我们 RY 90度，然后我们一样拉到旁边，拉到旁边，好，然后我们呢新建一个 Material， 我们给它一个 Emission 的效果哦，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渲染，你可以透过你大量的使用啊，去找到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打光方式。因为这在某方面也会象征着你的作品的一个风格性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稍微拉大一点，这样其实也很好看。OK， 我们就直接 Shift D 拉到我们的另外一侧，这样大致上就好，不需要一定要放到精准的位置哈。其实打光有一个主要重点是，你要观察说这个光线在我的模型上反射出来的光到底是不是你要的，这个感觉到底是不是你要的 ？OK，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选择其中一边的光。我们给它复制，做一个新的效果。我们给它不同的颜色，我们让左边的这个变成这个橘色好了，好不好？橘色，好，那我们来渲染看一下，好啊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效果，或是蓝色，或是绿色，哦，都可以，反正就是用这个好了，这样深蓝色这样。那么这个就是第2个这种所谓的左右两边各摆放个。第3种打光方式，我们来观察一下哈。我们如果单只用其中一个，好，比如说我们只用前面这个光好了，我可能就会希望它再强调一点特殊性，我们就会透过后面的这个光来打亮它的这个边缘哈。那么我们就一样从头来制作一次这个光，好，把它关掉。我们首先呢 Shift A， 我们平面，好，那么我们一样新建一个 New Principal 一样改成 Emission，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，好，稍微 GZ 拉起来，好，就可以看到。如何快速的让我们的光线呢达到我们这个45度角这个位置？很简单，我们 GZ 往上了嘛，然后我们右键直接回到 3D Cursor， 但是要确定是你的 3D Cursor 就在你的原点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就右键 Set Origin 到 3D Cursor 这里，
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旋转，我们直接 R、X 旋转到这里嘛，大概就好。现在在正前方了，所以我们再稍微斜45度，稍微过来一点就 OK。好，稍微放远一点。好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看一下镜头，好，还不错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 Shift A， 我们再给它一个 Light Point。好，我们来后面这里，那我们就往 GX 一点点，这样把我们的光的强度拉高。这样子就得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光线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对灯光的这个介绍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也不要忘记可以到下方连结，我会放我的表单在那边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填写，后续有可能会针对问题去做单一的一个影片的制作，对解决大家的问题上也会更有帮助。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，也希望你可以分享给更多正在学习 Blender 或是对 Blender 有兴趣的身边的亲朋好友。以上呢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啦，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。拜拜。